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脸书，还有 Twitter，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7号，今天是今天星期几啊？今天星期四。好，各位同学，明天是聊天课，明天星期五我们会有聊天课。那今天我们来上新 HSK 的课程。好，那还有呢，今天大叔中文啊有新的视频了，所以呢，希望各位同学可以等一下直播课之后，可以去看一下大叔中文的新视频哦。好，老师给你们链接大叔中文的新视频。好，好的，大叔中大叔中文是理查老师，还有李灿老师跟卞老师三位大叔一起合作的 YouTube 频道，所以各位同学，希望你们支持我们哦，去订阅、去关注。好，大叔中文有看到了哦，林子。好，那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好，第一位同学维凯，小土豆，欢迎。好，如冰，欢迎。好，郑红，来自加拿大的郑红，欢迎。Hardwin 小朋友，好久不见了，Hardwin。宋平小土豆，欢迎。还有林子、立新小土豆，还有秀丽，欢迎大家啊、还有我们的佩霞、欧欧，还有李威，李威同学来了哦。还有我们的 A 呀，哎，不是 A 呀，是 Yet。好，还有我们的这个 Tai 同学，Hello Teresa，你好。好，北京小土豆说，我刚看完大叔中文的新视频，太棒了哦，裴静，希望你喜欢。好，米磊帮我点赞了，谢谢。还有我们的 Tahir，你好，雷曼多毛的雷曼，欢迎。好，李威说，我在欧洲汉语桥冠军赛，呃，现在是第8名，是不是？哦，李威是第八名，第八名，第八名很不错了，李威啊，很开心啊。好，李威第八名已经很棒了哦，很好，恭喜你，李威。好，还有茉莉，李威说，我太开心了啊。好，茉莉同学，还有李威说在世界排名是44名啊，李威在欧洲排名是第8名，在全世界的排名是44名，很棒耶，很优秀哦，李威，我觉得这个名次非常好，很棒哦。好，汉平说大叔中文有鬼，好，Nelita 你好，思妍欢迎，汉奸哦，好好的。哇，恭喜李威哦！好，我们的 C 同学，还有李威说谢谢您的支持。哇，李威这个汉语桥比赛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让很多外国人来参加，然后看看自己的汉语水平好不好哦，非常棒。好，Jerry 你好，还有春娇春娇你好，Clara 还有汉奸说理查大哥，你身体怎么样？老师今天喉咙不太舒服哦，所以那个说话要很小声哦，怕说不出话来啊。好，佳佳好久不见了，还有 Sila、Norbert 欢迎，哇，好久没看到你了哦。那个Angel Angel 你好，好，还有慧君，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练习一下数字哦。来，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来看一下。好，看得到吗？再看一遍哦。8946，好，8946中文怎么说呢？8946哦，好，老师写给你们看好了，8946。
好，8946，请问中文要怎么说？好，老师这2天喉咙都不太舒服，有点怪怪的。好，米磊说8946步，很棒。好，宋平8946步，very good。还有立新8946步，佳佳8946步。Norbert 说，理查今天咳嗽了8946次。郑红还有雷曼8946还是46步吧？啊，好，46步啊，雷曼。秀丽8946步，春娇8946，非常好。茉莉8946。Yasmin， 你是雷曼的同学对不对？哦，雷曼有告诉我，多毛的雷曼告诉我，茉莉是他的同学啊。茉莉 Assalamualaikum。好，我们的 Nalita 你好8946步。好，这位朋友要跟我们一块来学习哦，欢迎。好，查大哥今天跑了8946步。好 ，OK， 没问题。茉莉说是的，雷曼是我的同学，多毛的雷曼是我的同学啊。慧君8946步。好，那我们今天来开始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3个 HSK 第3集的词汇。好，新 HSK 第3集是初级词汇。我们今天来学习3个单词。第一个，打听，打听。第二个词汇，大使馆，大使馆。好，在这里会有一个变调，来 change of the tone. When we encounter 2 words that have the third tone, we will have 变调, which means the change of the tone. So it's like 大使馆。所以各位同学，这个使我们会念成2声哦，这个叫变调音哦，变调音。中文有时候会有变调音，2个3声的时候啊，第一个3声会变成2声，这个叫变调，变调音哦。好，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念大使馆，that's very hard to pronounce.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will change the first word, the third tone to the second tone, so that we can pronounce it more like easier. Okay, so it's like 大使馆，千万不要念大使馆，因为很难念，不好念，所以我们会念成大，这个叫做变调音啊，变调音，大使馆。OK， 好的，再来第3个词汇叫，好，这里有一个多音字。OK， 多音字，这个不念大夫，不念大夫，我们念大夫。好，这个会念成带，这个会念成那个 neutral tone，neutral tone， 大夫，大夫。所以今天这3个词汇啊，有2个词汇不太好念，这个要念大使馆。OK， 这个念大夫，大夫。这里不念大夫，这个是个多音字哦，大夫。好 ，OK， 我们等一下再多练习几次哦，我们多念几次，你就知道怎么念比较好。好的，我们看第一个词汇，打听。好，各位同学，打听是什么意思呢？打听的意思是，你去问别人问题，希望别人能够回答你，请求回答 ，ask for an answer。所以你问别人，请问这个郑红，请问郑红结婚了没？你问别人一些事情，这个叫打听。你要求别人，要求叫 request，
你要求别人提供你消息。You ask other people to provide you information. This is 打听。So what is 打听? It's like you ask other people questions about others. You request other people to provide you news or information. This is 打听。好，各位同学，我们可以打听，比如说我打听春娇阿姨在哪里，这个是可以是打听。Like I ask other people and I want to know where is 春娇. This is kind of 打听。我打听汉平，请问汉平住在哪个国家？我正在打听汉平的消息。所以打听就是问别人问题，希望别人能够回答你，这个就是打听。打听哦，好。结婚啦，郑红结婚了，很多女生很失望。哦，郑红原来结婚了，我没有机会了。好 ，OK， 好的。对，你可以打听某一个人在哪里，你可以打听任何事情，any kinds of information. You can ask other people any kind of information, and this is 打听。This yeah to ask around. OK，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请不要打听别人的私事。好，各位同学，私事 is like personal issue, personal questions, private affairs. 私事就是别人的自己家里的事情，别人自己的事情，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像理查老师的私事，也不想让别的人知道。哦，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事 （personal or private affairs）, and I don't want other people to know about them. This is private affairs. 好，所以别人的私事你不要去问。诶，请问雷曼结婚了没？诶，请问 Norbert 有没有女朋友？诶，请问这个谁谁谁怎么样？不要去问别人的私事。所以打听就是去问，去问别人的私事，请不要打听别人的 other people's private affairs。好，所以打听就是问别人事情，问别人事情叫打听。哦，好，对，其实打听就是问的意思，问别人事情，打听就是问别人一些消息，问别人一些事情。哦，好。打听是正式单词吗？不是，打听并不是书面语，不是哦。宋平，我们平常就会用打听了啊，平常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打听了。诶，不要打听我的私事，不要打听别人的消息哦。对，打听秘密可以，不要打听别人的秘密啊，不要打听别人的秘密。好，OK。好，茉莉说邻居的阿姨打听我妈妈最近怎么样，可以，可以的。那表示邻居的阿姨问你，你妈妈最近好吗？哦，可以这样用，可以。不要打听林子的年龄，很好的句子。Don't ask around my age，不要打听林子的年纪啊、哦。好，什么时候用问？问是一个更 casual 的用法，打听稍微正式一些些哦。这个问就是 ask 的意思，但是打听有一点 ask around。思辉，问就是 to ask，打听有一点是 ask around。Maybe you ask this person, and then you ask that person. You ask many people about something. That is 打听。Ask, 问 is just to ask. But when you 打听, oftentimes you ask many people about some information. So 打听 is like you ask A, B, or C people. Okay, so that's 打听。你问很多人关于某件事情哦。好，私事是私人的事情 ，private affairs。私事不是事情，是私人的。My personal issues
my personal affairs。私事是个人的事情啊，个人的事情。好，好，对，汉奸说的很好，别人的私事不要去打听，别人的私事不要去打听。如果你常常去打听别人的私事，那么你就是一个不礼貌的人。对，不要打听雷曼的薪水多少，这是不礼貌的哦。不要打听雷曼的薪水多少。有时候你问别人薪水是不礼貌的，有时候你打听别人的薪水是不礼貌的哦。那问跟打听有什么差别？如果我说问，that means I ask, maybe directly I ask you, directly I ask you， 我直接问你。但是打听基本上是问很多不同的人，比如说我问茉莉雷曼的薪水多少，我再问郑红雷曼的薪水多少，我再问 Norbert， 雷曼的薪水到底多少？ Then this is 打听。So whenever we use 打听, normally you ask more than one people, okay, about some information. OK， 了解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打听的同义词是探问或者是询问。OK， 所以打听这个词汇呢是个动词哦，是个动词，基本上它就是问、探问。你问很多人 ，you ask many people about some information， 询问。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汇叫四处打听，四处就是 everywhere, here and there， 所以四处打听就是你到处问人一件事情，叫四处打听。你问很多人一件事情，叫四处打听 ，to ask around, ask around。好，有 gossip 的意思，打听有可能是 gossip。OK，actually when you say 打听，it's like ask many people about something, and maybe you're also gossiping. That's possible when we say 打听 and it means gossip， 可以是 gossip 的意思哦。好，好的，那各位同学，我们怎么使用打听这个词汇呢？来，很重要，我们要用主语向 somebody 打听 something。OK， 主语向 somebody 打听。OK，then plus an object。好，比如说理查老师向茉莉打听雷曼的消息，理查老师向春娇阿姨打听宋平的消息。所以各位同学 ，if you like ask some people about something, it's like you 向 another person 打听叭叭叭叭叭。OK, remember this. OK, remember this grammar point. 好，那我们可以打听什么？我们可以打听私事，打听郑红的私事。It's like I ask about 郑红's private affairs。我可以打听这个宋平的私生活。It's like I ask about 宋平's private life。私生活 private life， 私事 private affairs。我也可以打听某一个人的消息，比如说理查老师打听李威的消息，打听李威的消息。我也可以打听什么什么的情况，比如说理查老师打听乌克兰的情况。Like I ask people about the Ukraine situation。OK， 理查老师打听叭叭叭的情况 situation。好，所以记起来这些是 collocations。OK， 好，我们来做一道题目：儿子离家出走了。儿子就是 son， 离家出走，离家出走。各位同学，离
是离开的意思 ，leave 加 house，leave someone's house and run away。中文叫离家出走，英文叫 run away from home。小孩子有时候会离家出走，很生气，他不喜欢爸爸妈妈，他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就是他出去家里，他不回家了，他不再回来了。他可能很生气，他离开家里不再回来了，这个叫离家出走。好，然后着急的妈妈，好，应该念着急，着急的妈妈，好，着急的妈妈的消息，儿子四处打听，四处打听 to ask around。茉莉说：“你想听啥？雷曼的消息？”好，郑红的私事是什么？我们不可以问别人的私事，林子，我们不可以问别人的私事，我们不可以打听别人的私事哦。好，Handoko 着急的妈妈四处打听儿子的消息。好，Norbert 儿子离家出走了，着急的妈妈四处打听儿子的消息，非常好。佳妮着急的妈妈四处打听儿子的消息。好，汉奸儿子离家出走了，着急的妈妈四处打听儿子的消息，非常好哦。好，还有谁？郑红，儿子离家出走了，着急的妈妈四处打听儿子的消息。立新也答对了哦，慧君茉莉都答对了哦，非常好。Hardwin，儿子离家出走了，儿子四处儿子四处打听着急的妈妈的消息。Hardwin 不是这样子，应该是妈妈四处打听儿子的消息嘛，因为儿子离家出走了嘛。哦，好 ，OK。因为一个问题还没有回答，所以我打听。思辉，我们不会这样说。这个句子很奇怪。思辉，我们不会这样说，你的句子有一点奇怪哦。好的，希望你们懂哦。好，有文泰说，着急的妈妈四处打听儿子的消息，很好。好，我们再往下看哦。好，我们再来做一道题，我们会用到像 somebody 的 grammar point。Let's try it。诗诗，诗诗，像汤姆，像汤姆，丹尼的情况，丹尼 Daniel，丹尼的情况，打听，打听。好，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好，各位同学，请你记得，我们会说打听谁的某人的私事，打听叭叭叭的私生活，打听叭叭叭的消息，打听叭叭叭的情况。Okay, that's the grammar point. 汉平说：“我向老师打听两岸。”汉平，你直接说：“我向老师打听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台湾人，对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我向老师打听台湾人的生活方式。亚洲人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林子的句子非常好，亚洲人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比较喜欢 gossip。好，裴静，诗诗向汤姆打听丹尼的情况，所以各位同学，诗诗就问汤姆说：“诶，丹尼最近好吗？丹尼有没有交女朋友啊？丹尼有没有通过 HSK 考试啊？丹尼最近好吗？”所以诗诗向汤姆打听丹尼的情况，很好。立新，诗诗向汤姆打听丹尼的情况。好 ，Angel 说中国人喜欢打听别人的收入。Angel，你的句子太棒了，这个句子 very authentic，这个句子很好。中国人喜欢打听 ，ask around。
所以各位同学，什么叫打听？就是英文的 ask around。You ask many people about some information, something。中国人喜欢打听别人的收入，很好的句子。好，维凯，诗诗向汤姆打听丹尼的情况。多毛的雷曼说，诗诗向汤姆打听丹尼的情况。好，佳佳说，诗诗向汤姆向汤姆打听丹尼的情况。好，好的，佳佳说，因为他想知道这个事情的细节。好，细节就是 detail， 细节，所以他向我打听。可以，这个句子可以，没问题，很好。好的，好，各位同学，请你记得，如果你要问某一个人，我们说向，诗诗向汤姆打听，所以诗诗是问汤姆。OK， 向 someone is like ask someone about some information, some information. OK， 好，丹尼在哪里？对，丹尼在哪里呀？丹尼的收入好不好啊？丹尼通过 HSK 了吗？丹尼几岁啦？888。哦，好，对，这个 May 同学说，这个先管好自己的事情吧，别打听别人的私事。哦，好，OK。好，我们看一下第128个词汇，叫大使馆。好，各位同学 ，once again, here we have a change of the tone，变调音，大使馆。Because you can pronounce it more easily when you say 大使馆。OK，好，embassy。各位同学，大使馆是什么意思呢？大使，我们先了解大使的意思。大使是 ambassador， 大使是一个国家的外交代表。OK， 外交代表的意思就是 like diplomat， 外交官的意思。所以大使算是一个外交官啊，大使是一个外交官啊。好的，大使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diplomat 外交官啊，diplomat 外交官。好，那么这个Jerry 说缅甸有中国大使馆，很好。所以各位同学，大使馆一般都是建交国。建交国的意思就是这个国家跟另外这个国家有 relationship， 这个叫建交哦，我们中文叫建交，就是 you have a diplomat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country, so we can say 建交国。这两个国家是建交国。They have like diplomat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这个叫建交国。那建交国派驻like dispatch， 派驻就是 send like this country send the diplomat to the other country， so 派驻 send diplomat to the other country， 这个叫派驻。It's like send someone to somewhere。好，外交代表其实就是外交官的意思啊，就是外交官的意思。好，外交官 diplomat。好，那所以大使馆就是大使办公的地方大使办公的处所。好，办公就是工作的意思啦，其实办公 means like you do your office job。You do your office job 叫办公 ，that's a verb。好，处所就是 place， 办公的处所就是 like workplace, working place。好，办公的处所，处所哦。好，建交国派驻的外交代表办公的处所叫做大使馆。那刚刚有同学说了，大使馆呢就是外国大使办公的地方，非常好会那个春娇说的。好，那刚刚有同学说，缅甸有中国大使馆，你们的国家一定会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好，秀明同学成为我的小土豆了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秀明同学好，马德里有2个中国的大使馆，
一个是办证明的，那这个叫领事馆吧？这个叫领事馆。有一种叫领事馆，马德里有2个中国大使馆。对，大使就是外交官的意思了哦。好，雷曼说我想去大使馆看大使。好，这个 Angel 说我们的国家没有台湾大使馆，我们想办台湾签证的时候就去贸易办事处。很好的句子，非常好啊。雷曼同学，大使馆的意思是，大使馆是大使办公的地方啊。你说的 General Council 应该是领事馆啊，应该是领事馆。如果 it's a little bit complicated, like we have another term we call 领事馆。When we say 大使馆, actually that's 2 countries with diplomat relationships. But if 2 countries do not have any diplomat relationship, then maybe you have 领事馆 to deal with some kind of like diplomat issues. Okay, so we have 大使馆 that's for 2 countries with diplomat relationship. But if 2 countries do not have diplomat relationship, then we can have 领事馆. Okay, 领事馆. That's a little bit complicated. Okay, so I'll give you the term. You can check it out in the dictionary. Actually, we have two kinds of 馆. So one is 大使馆. If you have diplomat relationship, then we have 大使馆. If you don't have diplomat relationship, then you can have 领事馆. OK, 好的。好，大使馆是外交大使办公的地方。好，外国大使，外国 means foreign ambassador like works OK， 办公就是工作的意思哦。好，大使馆是外国大使办公的地方。好 OK， 日本有台北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对，这个就是一种领事，这比较像领事馆。林子说的这个比较像领事馆啊，领事馆，对，领事馆啊。好，我们来做题目吧。陈医师，好，医师 means Dr. Chen， 大使馆，大使馆，申请签证，申请 means apply for， 申请签证，签证就是 visa， 签证 visa，apply for visa， 需要去 need to go to， need 需要去 go to need to go to。 好，各位同学，请问答案是什么？陈医师，大使馆，申请签证，需要去。宋平，陈医师需要去大使馆申请签证 ，apply for a visa。好，茉莉，陈医师需要去大使馆申请签证。维凯，陈医师需要去大使馆申请签证。汉奸，建交国派驻的外交代表办公的地方，对，叫大使馆，非常好。好 ，Angel 说陈医师申请签证需要去大使馆，也可以，我觉得这个句子也可以。好，Angel 这个句子也可以哦。陈医师申请签证需要去大使馆，这个 wording 也可以，很有意思。这个 wording 也可以哦。好，不过这个答案比较好一点啦。陈医师需要去大使馆申请签证 ，sounds more natural。好，雷曼，陈医师需要去大使馆申请签证。好 ，Handoko，陈医师需要去大使馆申请签证。OK， 菊林，陈医师需要去大使馆申请签证。好，能力场你也答对了哦。好 ，Very good。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词汇了，130个词汇，叫做大夫。好，各位同学，这个是个多音字，特别注意哦，这是个多音字，不要念大夫，never ever say 大夫，我们念大夫。这个它是一声，但是其实我们会念 the light tone，the neutral tone，大夫，大夫。好，各位同学，大夫其实就是医生、医师的意思。其实大夫是 ancient way，the old-fashioned way to call a doctor. But nowadays, we also say 大夫 in our daily talk. People really understand 大夫 when you call a doctor 大夫. People understand then. But normally, we still call doctor 医生。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叫医生或医师。我们比较少说大夫，但是大家都听得懂。有时候你如果说医生陈大夫，听得懂。Especially for Chinese doctor, especially for Chinese doctor, you can call them 大夫。Okay, especially for Chinese doctor. I mean Chinese herbal doctor. OK， 好，对，中医不是中大夫。林子我们不说中大夫，我们就说大夫就好了所以这个大夫就是医生的意思大夫是医生的意思。你前面可以加一个姓氏 surname， 你可以说吴大夫、李大夫、陈大夫都可以就像是你也可以说李医师、李医生、黄医师都可以你可以在这个医生或医师前面加上一个 surname， 加上一个姓，黄医师、李医师、陈医师可以好林子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好，谢谢林子。好，大使馆在首都，对，大使馆一般都会在一个国家的首都里，领事馆大部分也在首都啦领事馆在城市里，大部分也在首都里好，好的。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我们也可以叫他大夫。不过通常大夫是中医比较常用，中医比较常用好，所有的大夫都可以用，可以的。大夫是所有的医生都可以说大夫，可以的。好，王医师是个骨科大夫。好，骨就是骨头 ，your bone，骨头，your bone，骨头我们中文讲骨头。这个科有点是 like the subject，OK，the catalog，骨科大夫就是各位同学，我们说骨科大夫就是他会检查你的骨头，特别会看你的骨头。如果你的骨头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去看骨科大夫。那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呢？我们要看什么大夫？我们要看眼科大夫。我们要看眼科大夫。好，我们可以看眼科大夫。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的话，你可以看眼科医生。你也可以说眼科医生、骨科医生骨科医生、眼科医生好，不是，大夫就是医生的意思，跟手术没有关系。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peration, okay? 大夫 equals to 医生 actually. But 大夫 actually is an old-fashioned way to say 医生 but people still understand it well. 好的，不一定是外科的，反正大夫就是医生的意思就对了。跟内科、外科没有太大的关系基本上大夫是医生的意思。好，那如果是有人是什么科，我们还有眼科、骨科，还有消化 digestion，眼科都可以了反正各位同学，大夫
就是医生的意思。Don't think too much, okay? Actually, 大夫 means 医生 and 医师 okay? Don't think too much. Actually, they just means 医生 and 医师 okay? 好，我们来做一下练习哦，来做一下练习。心理科可以，心理科大夫，心理科大夫，心理科医师也可以，心理科医师可以的，皮肤科可以，可以的，皮肤科医生、皮肤科大夫可以的，皮肤科大夫可以，没问题。心理科大夫、皮肤科大夫可以的，心脏科大夫可以呀、可以听得懂。心脏科大夫、内科大夫、内科大夫、内科好像用医生会比较好一点。内科医生啊，内科医生。其实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还是会用医生或医师比较多了哦。我们还是会比较常用医生、医师。大夫基本上是比较旧的用法 ，like old-fashioned usage。Hello, live a duck，你好。来，我们来做题目。好，凌晨2点，凌晨2点，手术，手术就是 operation，手术 operation。好，凌晨的意思是 midnight，midnight，midnight。好，进行了 like undergo or like perform，perform undergo perform。赵大夫，赵大夫。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菊林说，赵大夫凌晨2点进行了手术。好，林子说，凌晨2点，赵大夫进行了手术，很辛苦。好，裴静，赵大夫凌晨2点进行了手术。好 ，Nolita，赵大夫凌晨2点进行了手术。好 ，Handoko，凌晨2点，赵大夫进行了手术。各位同学，凌晨2点到底要放在哪里 ？Where should we put 凌晨2点？凌晨2点 2 a.m. actually is a time adverb. In Chinese, you can put time adverb before or after the subject. Now, the subject is 赵大夫. So you can say 凌晨2点赵大夫进行了手术. The other way to say this is 赵大夫凌晨2点进行了手术. So you can put 凌晨2点 before or after 赵大夫. You can put time adverb before or after the subject in Chinese. 都对，两个方法都对哦。好，佳佳说赵大夫凌晨2点进行了手术。好 ，Joanne，赵大夫凌晨2点进行了手术。佩霞，赵大夫凌晨2点进行了手术。Very good，很好。我们的 Andrea，赵大夫凌晨2点进行了手术。Perform the operation。OK，进行了手术。对，可以放在主语前或主语后啊。Very good。好的，广告时间，各位同学，请帮老师点赞好吗？昨天都没有人帮老师点赞，老师好伤心哦。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帮理查老师点赞。你看老师啊，每天喉咙不舒服还是要上课，所以你们一定要支持老师哦。刚刚林子啊，谢谢你，林子请老师喝了一杯咖啡，对不对？谢谢林子哦，林子请老师喝了咖啡，林子对老师真好，常常捐钱给老师哦。Thank you very much，林子，空邦哇。诶，这个什么日文不太会说哦。OK，好，雷曼说已经点赞了哦。好，OK，这个如果你想支持理查老师的话，每个月$2可以请老师喝杯咖啡 ，Buy me a cup of coffee。
$2 per month， 支持理查老师哦。最近老师的小土豆比较少了，老师最近的小土豆比较少了哦，所以如果你想支持老师的话，欢迎你支持理查老师哦。好，再来，我们可以来考试了。Quiz time， 大夫，大使馆，大使馆。好，打听。好，各位同学，我们的题目是许多民众在美国前抗议。许多 a lot of many 民众 citizens 叫民众在美国前。好 here 前 means in front of 前 in front of 抗议 protest 抗议就是你不喜欢对方，所以你就会抗议。我不喜欢你 I don't like you protest 抗议。好，请问答案是什么？许多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前 in front of American embassy and protested。 好，大使馆 Joanne 大使馆，加尼大使馆 May 大使馆，维凯，许多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前 in front of 前抗议。好，茉莉大使馆，雷曼大使馆，立新大使馆，菊林大使馆，很棒哦。好，思妍大使馆。好，跟反对有什么不一样？抗议一定是行动的。抗议一定是 you really do the action, like you go to the place and you this is protest。 反对你可以反对一个人的意见 in like 反对 like is like oppose， 反对表示你不赞成，反对 means like disagree 不赞成，但是抗议一定是 like in action， 我抗议哦。好，日语的谢谢是 arigato gozaimasu， arigato gozaimasu 好难念。好，demonstration 是示威。demonstration 跟抗议又有点不一样了啊。demonstration 叫示威，也是抗议啦，示威抗议 demonstration 示威抗议啊。好，第二题，大夫，大使馆，打听，仔细的检查了他的伤口，仔细的 carefully， 仔细的表示他很细心的检查，怎么啦？哪里怎么样？ very carefully 仔细的检查 to check to check。 好，他的伤口就是你受伤的地方 OK the wound 比如说你被刀割伤了，这里是伤口。 For example, a knife cut your hand, then you'll see a 伤口 you'll see the wound。 伤口就是有刀子，可能是刀子割伤了你的手，那这里就会有伤口，一道伤口一道伤口。好，所以 wound 伤口伤口的 major word 是道，你可以用一道伤口，你也可以用一个伤口，也可以一道伤口，一个伤口。好，一道伤口，一个伤口 OK a wound。 好，是谁仔细的检查了他的伤口呢？好，就问说大夫，菊林说一个伤口，对，汉奸大夫仔细的检查了他的伤口。
Ria 说，我现在住在台湾，我可以一起学习中文吗？当然可以了，现在你就在跟我学习中文啦。哦，Clara，大夫仔细的检查了他的伤口，非常好哦。好，好的，没问题哦，你们都答对了哦。好，是大夫，大夫，好，大夫，好，没问题。我们来看下一题，最后一题，the last question，大夫，大使馆打听，丽丽四处，四处 means everywhere, here and there，四处，四处就是到处的意思啊，你也可以说到处。OK, you can also say 到处，到处，四处就是到处的意思啊。丽丽四处她生母的消息。好，生母是什么意思？我们昨天说过了，生母就是把你生下来的母亲，叫生母 （biological mother）。哦，生母就是把你生下来的母亲，生母。好，四处什么什么，or 到处什么什么，她生母的消息。OK，the news of her biological mother，news of her biological mother。好，请问答案是什么？打听，丽丽四处打听她生母的消息。汉平，丽丽四处打听她生母的消息。好，对，亲母亲，对，不过菊林，我们中文不会说亲母亲，我们说生母。不过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亲生母亲，亲生母亲。我们一般中文就说生母就好了哦，我们不说亲母亲。好，丽丽加油，对，好，对，答案是第三个，没错哦。好，打听，尤文泰打听，好，打听，丽丽四处打听她生母的消息。好，丽丽四处打听她生母的消息。好，思辉你在留言好了，好不好？直播课后留言，因为这个讲完要讲很久，江语怎么用会讲很久，所以你可以在直播课之后啊，你可以 comment below and I'll answer you. OK, I'll reply. I'll reply. OK，好，Nelita，丽丽四处打听她生母的消息，对，亲生母亲就是生母，亲生母亲。好，Clara。丽丽四处打听她生母的消息，表示丽丽她问，到处去问，哎，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生母啊？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生母在哪里啊？所以丽丽可能找不到她的亲生母亲，她到处问别人，到处问别人她的母亲在哪里。好，这个叫四处打听。好，好的，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希望你们听得懂今天的课，也希望你们喜欢李朝老师的直播课。好，好的，喜欢今天的课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课，请你帮老师点赞哦。今天的词汇比较难一点点，所以我们每天学习一些单词，你的中文就会慢慢的进步。好，那各位同学，明天是我们的聊天课，所以如果你想跟李朝老师 chit chat，想跟李朝老师聊天的朋友，欢迎明天来老师的课，我们可以聊聊天。那明天见喽。因为老师喉咙不太舒服，就不要聊太久了，早点休息，晚安喽，拜拜。